死吧你！主大人。 这是什么味儿？快去看看！来人啊！注水了，注水了！快去叫人，快啊！我在这儿呢，救火，快！ 来人啊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快！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我，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的路，恐怕他要杀我是有放火意图。届时你一定要按计划行事，不可来救我。侯爷，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，止也止不住，恐有洪涝之势。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？第7日了。 侯爷，不好了！外面怎么了？牢房注水了。藏海呢？人还在里面没出来，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。二公子，楚大人，干嘛那么着急走啊？啊，我刚拜见完侯爷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你在侯府杀人放火，还要逃吗？跟我去见侯爷。 不去。
受伤了。您怎么会？秦天色，你命大，好好的牢房，为何会起火？府兵们说，着火之前，那个楚大人来过。楚怀民啊，他人呢？父亲，您看，父亲。楚怀民，这火是你放的吗？不是，侯爷，不是我，儿子亲眼所见，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，是他，他想杀了我，杨震跟曲教都被他，侯爷，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，侯爷。侯爷，中州传来急报，雨势太大，堤坝多处被毁，河水倒灌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。那中州的百姓如何？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，已经撤离了很多，但还是死伤数千。还有一事，中军都督傅志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，堤坝被冲垮时，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。尸首已在下游找到。把楚怀民押到大理寺。起来，侯爷，藏海，你不得好死啊！不得好死！哎呀，快去取水来呀！快！快点！侯爷，医官马上就到了。一点小伤，无需大惊小怪。等他们来了，都处理好了。继续。那侯爷忍着点儿。果然如你所言，大将军殉国，大庸折损了一名大将。不瞒你说，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。这几天一直在想，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？侯爷多虑了，小人曾经跟您说过，侯爷吉人自有天相。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，从没怕过死，但在京城住久了，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。还好本侯有你，能替本侯未雨绸缪。侯爷，小人一介布衣，承蒙您看得上，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。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，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。藏海，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，兵是兵，将是将。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，我才发觉，原来本侯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。之前这样对你，那是情急所致，别怪我。小人不敢，都怪小人先斩后奏。行了，你也是为本侯着想，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。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，别辜负了我。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。
奉天承运皇帝敕曰：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，延误祸情，致使中州大涝，伤民伤财，又欺上瞒下，谋害人命。今罢免官职，贬为庶人，流放3000里，刑前杖责50，即刻行刑。侯爷，您找我。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？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。侯爷让小人来这里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？知行这个孩子，本侯以前很疼爱他。只是后来，他与本侯日渐疏远，而这些年，本侯待他，确实不如知府。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，本侯是不是也有错？侯爷乃一家之主，遮风挡雨，怎会有错？小人只是在想，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，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。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，以种梅为生，梅花价廉，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，甚至不够养活自己。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，价格自然高昂，他改种牡丹，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。可他告诉本侯，他更钟爱、更愿意栽培的还是梅花，但为时已晚。花圃里的梅花，因无人照料，都枯死了。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，可见爱梅之心。但他以卖花为生，必须改种牡丹，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。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，小人却认为非也。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梅花生于冬天，傲雪寒霜，无意争春。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，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，零落成泥。若是花匠不这么做，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。小人想起一首诗：片片甘飞已足悲，况堪风雨恒相期。足然此恨何由是？以赖重开有备之。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，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，因为他相信，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，梅花定有重开之日。花匠感伤梅花残败，殊不知墙角上留又梅一枝。阳春和煦时，他不起眼。倘若悉心照料，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，想必又能傲立雪中，凌寒争香了。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？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。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，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。因为你，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。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。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，
不可掉以轻心。是。谁？大人，是我庄善，侯爷有请。知道了。侯爷在里面，臧大人，请。侯爷。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，就会来这里坐坐。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，好好想一些事情。小人愿为侯爷分忧。你觉得傅之松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？小人不明白。狡兔死，走狗烹，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哪怕你有千秋功绩，也抵不过帝王无情。小人认为，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。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，是皇上的外戚。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，立下了不世之功，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。傅之松一死，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。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，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。你说？本侯该不该争？军中有许多将领，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。您当年的副将，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木骑营。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，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啊。你是让本侯做事，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。侯爷，这件事儿。您不是在和别人争，而是在和皇上争。小人想，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。侯爷不妨再等几天，看看究竟花落谁家。而小人认为，侯爷不去争，定有好处。若侯爷想重新掌兵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。侯爷请吩咐。这件事情一旦知道，将没有回头路。要想清楚。藏海粉身碎骨，万死不辞。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，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，是一个叫鬼喜的东西。鬼喜。武和35年，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，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，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，横扫大半疆土。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，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。去禀报将军。是。
生像女王击出一样至宝——鬼玺。它带来了无数的阴兵，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。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。所以本侯发誓，一定要找到鬼玺。6年后，大庸重整兵马，再一次出征东夏。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，但这次东夏没有了鬼玺的庇护，被打得俯首称臣。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，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。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师找到的，他在东夏找到了鬼玺，想据为己有。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，却没能成功。而这个铜鱼，想必和鬼玺有什么关系？说不定他们是一体的。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？不在他身上，而他已经死了。那是他的命。敢拿侯爷的东西，他必须死。10年了，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，却始终找不到。本来心都淡了，可现在有了你，就不一样了。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？没错。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敢问侯爷，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？什么意思？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，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。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，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。这铜鱼，小人虽未见过，但东夏的鱼图腾，小人倒是见了不少。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，寓意丰年富饶，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。果然见识不凡，心思机敏。没错，这铜鱼不止一条。本侯就知道，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。那其他的铜鱼，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？别的铜鱼你不用管，本侯都有数。你只要记住，等你找到鬼玺，本侯必不会亏待你。藏海赴汤蹈火，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。鬼玺，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，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，东夏君王的秘宝。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！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，大庸的无人知晓。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，还带了回来。我也没想到，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。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，你还记得吗？昨夜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2条的下落。他说他全都有数，看来我猜的没错，就在其他2个仇人手里。不过，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，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3个人的事儿。饭要一口一口吃，
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，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，往后做起事来啊，也不用藏着掖着了。师傅，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？师傅也不知道啊。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，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。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童鱼，就一定可以找到第3个人。侯爷、夫人，藏海，快坐。坐。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？知道吗？前日，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，本侯称病未去。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服出任中军都督。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，皆被降职责罚。虽然本侯未去，皇上并未责怪，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，赏银1000两。侯爷英明，不争不抢，反而得了圣心。还有一件事，前些日子，我给内阁递奏本，举荐了你。藏海，你堪舆的本事，名动京师，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钦天监监正。恭喜啊，藏海，不，藏大人。多谢侯爷，多谢二公子。坐。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，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，你俩共沐皇恩，要替皇上好好办事。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。多谢大公子。短短半年时间，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。楚怀民学艺不精，怎么比得了藏大人？都是仰仗侯爷照拂，沾了侯府的光啊。监正属五品，你将有自己的宅邸。楚怀民过去的宅子不吉利，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，收拾收拾，明日便可搬进去。侯爷大恩，小人永不敢忘。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。行了，今后见到本侯，不用再自称小人，该自称下官了。是，侯爷。